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了美国的经济是否大崩盘了吗？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统整，说100万人的失业问题现在在美国发生，还有物价飙涨，更有60%的美国人陷入在贫穷的地狱当中。这些数字都不是空穴来风，等一下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细细看。美国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现在是否自己拆掉自己的金字塔？因为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做了揭露，现在60%美国人陷入在经济地狱里面，他们靠政府补贴，也靠信用卡的卡债过活，连基本的开销，尤其现在碰到高通膨的问题，都快要撑不住了。先来看到几个数字，来自于这些专家说的。桥水基金创办人，我们先来看，他说美国的经济现在依赖的就是这一些1%的高生产力族群，而底层有60%的劳动者都逐渐的被边缘化了。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形成非常强大的经济弱势阶级，而60%的美国人他这样说，有阅读能力只有相当于小学6年级或者是更低，造成美国现在内部生产力停滞跟社会阶级的划分越来越明显了。来自于人力机构也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到今年的9月份为止，美国企业已经宣布裁员94万多人了，而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科技业裁员的现象是最为严重的，一共是高达了10万人，而这个也不是一个预言的，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包括了科技业的亚马逊已经宣布了准备大砍3万名员工，这是史上最大的一次裁员潮，简直就是一触即发了。更惨的是，确实现在美国的通膨问题非常的严重。我们要来看到美国现在家庭每年得多支出$1500，包括了他们现在日常要吃的东西，牛肉、水果、日常用品涨幅高达了10%到15%。美国的消费者的信心10月指数也创下了半年来的新低制造业更是连续4个月都是收缩的，美国民众的信心可以说都是已经快要崩溃了。而美国进口商为了要避开这些接下来潜在的关税冲击，他们选择跟中国大陆现在进行提前拉货，赶忙从大陆进口春季的商品，先放在自家的仓库先放着，免得商品会越来越贵了。节目一开始来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美国号称世界首富，但是60%的民众现在陷入在贫穷跟负债当中，阶级似乎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这样的结构还能继续支撑美国霸权吗？我觉得美国很脆弱，也很危险啊。美国所幸都一直有一些非常杰出的公司出现，然后这些公司的产值是十分惊人，所以一直依靠的这些新生的科技、新兴的这些公司来养活美国广大的底下的人。你看，在过去有微软。本来美国在克林顿总统之前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出现经济的危机。微软还有后来的数位经济他们的出现你看它开始改变了美国，解决了美国的财政的问题，美国的经济的问题。然后 Meta 又出来了，脸书出来了，你看它创造多少财富，不管是亚马逊，然后到这个特斯拉，你看到今天都还出现了。英伟达就是辉达这样的一个公司，辉达的现在的产值都已经到它的整个公司的市值都已经到5万亿5兆美元这不得了啊！它一年的产值都已经是至少3400亿以上，有人估计它到5000亿都跑不掉。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台湾一整年的总产值也不过就7600亿美元，美国一家公司可以将近我们的一半国家的总产值。这代表什么？美国依靠的就是这些大公司，这些高科技的大公司，他们在支撑整个美国的经济的一个发展。可是我为什么会说他们很脆弱？就是如果这些公司出问题了、出状况了，我举个例子，假设这个特斯拉被中国的电动车打败了，然后它消失了；假设苹果在中国大陆卖不动了。或者是苹果被中国大陆的手机都打败了，然后它消失了。假设我都用假设了。对。那你想想，假设中国的 AI 起来了，然后辉达，所以为什么黄仁勋他常常觉得他会睡不着觉？因为他觉得我今天起那么快，我明天可能就下来了。那如果他们一下来，如果这些支撑的美国经济能够养活这么多的美国人，因为他们的贡献的税收非常的高嘛。所以美国的社会福利或是美国的社会补贴，其实依靠的是这一些
非常赚非常多钱、经济体非常大的这些公司的税收。那你想，这些公司如果一旦瓦解了，美国还剩下什么？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它的经济这样发展是错误的，是非常脆弱的。它一直依靠的就是硅谷等这些大头脑他们的创新的东西。可是中国打的是一个系统战，而且中国的高科技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情形下的时候，你看美国领先的科技，未来10项科技中，美国能领先的不到3项了，7项中国领先了。所以如果这些美国在未来它都不再有这种独角兽巨大的公司存在的话，美国它基本上社会说崩解，也可能就是一夕之间的事情了。好，所以有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重压，不管是新创产业、科技产业，但是又要面对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竞争。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确实经济内部也碰到许多的问题。刚刚讲的嘛，制造业萎缩，还有100万人失业。现在还有担心的就是 AI 取代了这些所谓比较低阶层的人力，美国转型会不会反而被掏空？经济会不会面临崩塌？委员又怎么看？都不会。我肯定的说哈，美国本来就是一个阶级社会。美国是一个认为强者应该享受的一个社会，所以他们对于弱者不会有太高的同情。在教育上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是一个全世界有大学教育人口比重数一数二，大概有劳动人口50%以上受过大学教育，这个比例在中国只有18.5%。可是你如果看到50% 以上受这个大学教育的，对不起啊，那个其中念那个理工科的、技术科目的50% 里面竟然不到5%啊，都是念一些什么服务啊、哩哩扣扣的那中国又不太一样，这18.5大学毕业里面有将近一半的6%比美国还多人念理工科的，这是第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比较。第二个啦，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然后可是美国有全世界最烂的大学，所以他50%念过大学一半以上都烂大学，什么这个什么 community college 之类的东西。那因为中国对大学教育是严格管制，不是你想设就可以设，所以变成中国的大学的素质会比较平均、比较高那这几乎是2种不同社会思考所产生的一种劳动力的生产结果。那再来谈到这个中学以下的教育中国你可以说它强迫教育、义务教育，公民接受教育是公民自己的义务，要把书念好。所以这么一强迫结果即使中国只有小学毕业生，他的算术跟代数的水准远远高于美国中学生。那美国采取一种比较放任的教育那跟东方某小岛很接近你那个不及格也可以毕业就是这种气氛可是大陆不行大陆连那个小学都很严格的要求，所以变成说中国大陆虽然它大学生的比重比美国小，但在实质上它的劳动阶层的教育水平比美国劳动阶层高，所以这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美国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可以产生最好的精英阶层，可是就经常会形成美国就是一个阶级社会。那因为美国有这些精英阶层存在，那变成美国也不太容易垮有点拖死狗的味道。那中国呢，就是说因为教育的这个大众教育很成功，可是它会相对的会创造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失业率会比较高。因为教育程度高，他做那个比较低层次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所以美国的失业经常都在4%以下，中国的失业率都在5%以上。所以这个2个国家各有它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好，那另外请教厉将军呢，在谈到这个关税，还有这个高通膨等等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现在政府正在关门当中所以说现在的 CPI 指数来讲的话，他们没办法统计。包括到美国政府机关来讲的话，甚至于商业机关来讲的话，他们不晓得现在最新的数据是怎么样。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来讲的话，这个从美国来讲几个指标，我们都认为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来讲经济将会面临一个很严峻的一个考验。第一个来讲，它国债已经高达到38兆这么多，38兆美元。
那如果说按照这个利上滚利来讲的话，它很快就会破40兆的大关，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现在啊，由于关税的关系，那关税到最后你要知道，进口商他一定将这个关税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为什么现在看起来通膨压力还没有说？